而后大童子又取了一只小簪子，把这点泥土戳入其中，藏得深一些。大功告成。两童子这边刚补完，前殿喝醉酒的那名天将便被赶来的2名好友架走了。月老背着手漫步而来，温声道：你们2个修补好了吗？修补好了，师父。月老接过泥人看了一眼，满意的点点头，随手扔了2瓶丹药给徒儿。做得不错，去前殿修行吧。言罢，月老捧着泥人到了漫天星光中，招来渡仙门的那群泥人，抬手轻轻一推，姻缘轮盘浮现。大道轮转间，男泥人缓缓地飘回了原本的位置，周遭那3只女泥人厉声感应，3根红绳慢慢悠悠地朝刚回来的泥人探了过来。月老轻轻松了口气，总算是搞定了。而后就见这泥人轻轻晃了晃，将一只探过来的红绳不着痕迹地躲开。这家伙当真一心求道。月老拂须而笑，看着此泥人身上那3只没怎么变化的红绳线头。有趣，倒是要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，这事儿倒不能勉强你。咱有成人之美，不可有强人之难。他话音刚落，男泥人又轻轻地躲开了另一条红绳的缠绕，而后泥人的身体一抖，方才被2个童子塞进去的一点泥土从他的双脚之间滑落，飘在了星海之中。月老当即一愣，瞬间满脸呆滞，歪头看着那只刚刚修补好被其他3只泥人环绕的男泥人。怎么会这般？以前可没出现过这般情形啊！此子莫非狠绝如斯？不对，这有可能是修补泥人的时候不小心掉了点碎屑进去。可话说回来，泥人只是红绳的载体，左臂重要是因为有可能生出新的姻缘红绳，这个大法师应该不会注意到吧？这就是天道姻缘泥人，而没有其他象征意义，顶多会跟本人生出点微妙的感应，不会影响这人的身体吧。记得重点关注下。玄都大法师此前匆匆溜走时的叮嘱声还在耳旁。月老喉结上下颤了颤，连忙向前几步，把飘在半空中的那一点泥土捏在手中，捏碎碾粉，放入袖口，左张右望，最后快步走到泥人前，仔细地端详，将手中的粉末小心地涂抹在了原本断掉的左臂肩窝，那里似乎修补得不完美，有那么一丝丝的缝隙。无事发生无事发生啊！3星拱月之事，好福缘呐，好福缘呐！殿门处的2个小童子悄悄溜走，不多时，月老负手站在那儿，一阵低喃：这若是真的有什么不好的影响，这归根结底是咱做了错事儿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小琼峰地下密室中，李长寿盘腿坐在蒲团上静静修行，身若琉璃，仙魂无垢，一团3昧真言在体内缓缓游走，照得他皮肤宛若半透明一般，其内有仙光闪烁。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，依然没有发现身体出现了哪方面的异常。他想了想，就在此安安稳稳地闭关了几个月，待此时小境界近乎圆满了，方才放松了一些，应该没问题了。虽然当前小境界圆满了，李长寿也不着急立刻突破，按照此前所构思的那般，将该境界重新感悟一遍。第1步，温故而知新；第2步，转换视角，验证道果，查缺补漏；第3步，压制境界，精益求精。将这3个步骤重复做几遍，才能将产生疏漏的概率降到最低。
才算是将这一节境界做得稳固。洪荒的仙机已经被那些先天大佬抢光了，自己如果想今后有自保的实力的话，只能前期求稳，中期求稳，后期求稳，大后期厚积薄发。他的思路一直很清晰，如今洪荒中绝大部分的高手实力都已定型，自己要追求的是今后所能站到的高度，而不是去争分夺秒的抢时间。又闭关了半年多，李长寿总算是确定自己身体并无异样，胳肢窝的痒劲儿也没有再出现过。因有过一段飞升，自身的境界到了，无为经的上卷已经被他给参透，但他现在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去搞这个无为经的下卷，而且私自修行本门核心功法是大忌，也是有一点点的风险存在的。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抛开李长寿所留的那些后手底牌不谈，他最后的护身符其实就是自己不去做违反渡仙门核心门规，损害渡仙门利益之事。慢慢来吧，无为经博大精深，上卷更有一则总纲，我细细参悟，逐字逐句慢慢体会，总归能有新的收获，说不定还能琢磨出一些新的花样来。等再过100年，门内同辈的仙苗们开始陆续渡劫，他也可以安排一次外出凑巧度过了成仙劫，那个时候再修无为经下卷也不迟。自密室回返丹房，收起了那只端坐了许久已经完全能够以假乱真的纸人分身，李长寿坐在丹炉旁，开始慢慢的祭炼这口大炉子。这尊丹炉名为千毒百金炉，上等的仙宝，乃万凌云长老备用之炼丹炉。炉身用100段明岩金糅杂上百种珍贵宝材锻铸而成，莫说是万凌云这般天仙炼丹所用，便是普通的金仙炼丹也不会直接炸膛。细看这尊丹炉外壁，漆黑色金属光泽之下流动着一股股纯粹的灵力，其上用细致的手法刻画了100种毒虫，12种剧毒奇兽。但这尊丹炉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毒性侵蚀，相反，它能够在炼制毒丹时压制毒丹的毒性挥发，增加几分安全系数。本来呢，万凌云长老想让李长寿拿一口更为珍贵，能够增加成丹率，提升毒丹品质的丹炉，但是李长寿坚持选择了这口备用的丹炉，这一点让万凌云长老颇为感慨。毕竟如今的洪荒环境已非远古上古，现如今是宝物难求，又重宝轻乏，面对重宝而不动摇的年轻一辈着实是太少了。虽然李长寿本就是冲着安全系数的。开炉炼了一炉毒丹，李长寿对这丹炉十分的满意，接下来可以跟师傅商量一下赚财计划了。先委屈你用这些小阵法护身。李长寿喃喃，但有了宝财，定要让你在这里安然无恙，无人可欺。这丹炉并非是什么灵宝，自然不会给他半点回应。回来已有些时，该去丹顶峰拜会万凌云长老第2次了，总不能拿了好处就销声匿迹吧。去抓几条灵鱼，让灵儿做一些菜肴，我带2坛美酒过去问候吧。李长寿如此盘算着，缓步走出丹房，驾云飘向草屋。先是轻易地穿透了灵娥草屋周遭的阵法，看见他正在窗前伏案小憩，如瀑青丝垂过乡间柳腰，宝山下曲线玲珑有致。
若非他嘴边时不时的嘿嘿笑两声，念几句师兄师兄，破坏了大部分的意境，这般美景足可以动人心神。他手边的石板上还有一幅未完成的浮雕，刻着李长寿彩云而归的情形。唉，不好好修行。李长寿摇了摇头，并未吵扰灵娥，撸起袖子去湖边吹灶，忙碌了起来。忙碌了2个时辰，一餐美味作罢。想起灵娥刚来山中的那2年，锦衣玉食惯了的女童有些受不住山中的清苦，李长寿的厨艺就是从那个时候磨练出来的。后来啊，李长寿积极培养师妹艰苦耐劳、勤劳致富的精神，在他辟谷之后，将厨艺也尽数传授，把摆盘剩下的菜肴分成在了2只饭盒中，悄然放一只饭盒在师妹身侧，另外一只放在了师傅门前。随后李长寿提着几个小菜，2坛美酒，飘在合适的高度，避开了门内较为繁忙的云路，朝着丹顶峰而去。他刚走不久，灵娥的鼻尖轻轻耸动，被菜香给吸引了，慢慢睁开眼睛来。咂了咂小嘴，蓝丽娥看到了手边的那只饭盒，也看到了上面放着的那只竹片。修行莫要偷懒，勤勉才得仙果。灵娥先是一愣，随后便露出了喜滋滋的笑容。师兄来过了，还给我做吃的了。反常。蓝丽娥瞬间站起身来，左手托着右肘，右手捏着自己光滑的下巴，一阵沉吟。师兄必然是在试功课，考教我是否还记得他授课的内容。手指一点，一道符箓在他袖间飞出，贴在这饭盒之上。随后饭盒被他扔出了窗户，那符箓之上的火光闪烁，饭盒瞬间炸碎。这波不能说完美，但最少也是优秀了吧。嘿嘿。灵娥得意的一笑，随后迈步走出了自己的草屋，寻找着自己师兄的身影。然而他的目光很快就被师傅门前那只相同的饭盒吸引了。得意的笑容逐渐僵在俏脸上，蓝灵娥抬手扶住额头，轻轻低吟2声。真的是师兄做的饭，好多年没吃到了，我怎么都被师兄教坏了。师父在闭关，肯定也没发现吧？饭菜是在阵法之外，放着也是会坏掉。灵娥朝着左右看了看，蹑手蹑脚地靠近自家师傅的木门，低头捡起地上的饭盒。师父，弟子不是想虎口夺食，您忙着参悟仙路，肯定不会出关，浪费终归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吱呀一声，木门缓缓被推开，正伸着懒腰的奇缘道长低头就看见了自己小徒儿在门前，顿时露出了温和的微笑。灵娥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那个师父，师兄做了一些饭菜，让弟子给您送过来。哦。奇缘顿时眉开眼笑，将饭盒接了过来。哎呀，难得你们有孝心啊！为师吃了再去破天峰也不迟啊。灵娥转过身，背对着自家师傅，小嘴一扁，委屈巴巴。我在哭呀，师父，我真的在哭呀，师父。他吸了一口气，随口问了一句：师父，您去破天峰有事吗？奇缘道长故作淡定地道了句：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为师这不是成仙了吗？之前为师接到了百凡殿通知，10年一次的风烛小聚，咱们小琼峰也能参加了。
一顿餐饮，老青尽欢。李长寿带来的酒，王凌云只是喝了少许，就将2坛都留了下来。这位长老不喜欢饮酒，对菜肴也没有太大兴趣，只是与李长寿边吃边谈，读经读理，说的是津津有味。自丹顶峰回来时，李长寿又得了万凌云长老给的一堆药草，他也有些不好意思，自己毕竟只是过去看望一下，但是这位长老确实是太热情了。在门中少有对毒这一次感兴趣的炼气士，而李长寿的毒道水平也不算低，确实能够聊得起来。去丹顶峰也不可太频繁，免得被人注意到。下次去便定在2年之后吧。李长寿如此盘算着，身形落在小琼峰的丹房前，坐在摇椅上，捧着一卷经过仙法处理可以长期保存的竹简，开始了今天的感悟以及阅读环节。察觉到丹房周围大阵解开的灵娥，俏脸满是郁闷，默默地飞过来，一阵欲言又止，想求师兄表扬自己的炸饭操作，又怕师兄责怪自己辜负了他的一番辛苦。李长寿等了一阵，不见他说话，抬头看着面前的小师妹。怎么了？师兄。蓝灵娥低着头。师父去参加封主大会了，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李长寿想了想，随后便略微摇头，传声道：不会有问题，师父的仇敌如今也当不上封主，放心就是。师父现在应该也只是在角落中旁听，在那里辈分最低，又不敢说话，凭师父尊礼好面的脾性，此时定是如坐针毡。